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都会上片的 Highlight。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开车大国啊，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你可以去看一下。车在路上难免有碰撞啊，打一个来子，如果不小心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呢？那我们相信啊，大部分人一定会很慌张，所以呢，我们荧光笔特别做这一支影片。不对，等下我今天的造型比较斯文，不应该这样出入。所以我们今天呢，荧光笔呢就做了这支影片，就是车祸处理的 SOP，save 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好像听起来还不是很吉利这样哦。Anyway，save 起来，如果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转发给他喽。2023年啊，截至12月30日呢，马来西亚国内一共发生了差不多60万起的交通事故。那么我们的交通部长呢 Anthony 呢就指出了，交通意外呢在1年之内啊，造成7000位的国民丧命啊，每一天呢平均就有20人死于交通意外。而交通意外的致命事故呢，是导致我们国家每天损失高达5615万令吉，而每一年呢就大约是210亿令吉的巨额损失。所以呢，改善道路安全啊，是交通部2024年的4大重点之一。真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哦，因为呢，根据国外的这个研究数据显示啊，马来西亚在一项关于全球公路死亡率最高的名单当中呢，我们竟然排名第3呢，不是东南亚第3哦，不是亚洲第3哦，而是全球第3哦。喂，这种荣耀我们真的是不要争嘞，不要开玩笑。造成公路死亡的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包括了有超速啦、闯红灯啦、开车使用手机啦、插队啦、双线超车、滥用紧急通道等等来造成的。其实呢，在公路上啊，卷入一场交通事故啊，即便是小小的这个车子的擦伤，都可能会令人又紧张又耗时。如果呢不小心遇到了车祸，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有什么该做的呀？有什么不该做的啦？万一车子呢损坏很严重，又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理赔呢？看完这支影片你就知道了。嗨，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车祸处理 SOP。你还记得你人生中第一次打个来袭撞车的经验吗？是不是呢？脑袋突然一片空白，除了是吓到，脱口而出的不是尖叫就是飙脏话。第一个念头一定是觉得是自己那么这样水的。OK， 来，先深呼吸。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冷静啲。接下来就要分享车祸处理 SOP 了，尤其是马路小白，赶快做笔记啊！到时候是没有时间给你去找影片的哦，但是你还是可以先 save 下来，还有 share 出去的。第一，保持冷静，先把你的车子呢，移到去路边，然后呢，启动你的 two-way signal light， 也就是俗称的 double signal。第二，求救。如果你发现自己受伤了，请马上拨打999紧急求救电话，然后呢，联络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没有，那就是打电话，又或者是在现场分享地点给他们 ，share 你的 location， 看看他们是否呢可以马上过来协助你。这样子呢，不单止你的手机呢有留下了记录，能相对的精确记录车祸的时间，还有车祸的定位。报案的时候呢，也可以更方便的跟警察进行沟通。第三，记录。车主呢要彼此交换联络方式，并且呢用手机拍照或者是拍影片，包括了有对方的车牌号码啦、对方的身份证啊，还有驾照。双方汽车损毁的部分、发生意外的路段、路面的这个刹车痕迹，那个痕迹嘞啊。那如果呢有目击者的话呢，就要取得目击者的这一个联络方式哦。切记这一步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不管是你在报案的时候啊，或者是保险公司呢，他们都会向你去索取现场的照片，来证明车祸的真实性。再来，第4，讨论。第5，报警。如果呢只是小小的刮花、小碰撞的话，那么车主之间呢选择私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其实啊，所有的保险公司呢都不建议私了，最好呢都是一定要到警局去报案。原因有2个。首先，
在法律上呢，你有报案的义务。依照我们的陆路交通法令的规定啊，如果车祸导致任何的财产或者是人或动物的伤亡和损失呢，涉及的人士呢都必须在车祸发生的24小时之内去报案。如果超过了，并且也没有合理的解释，就有可能会面临罚款以及不超过2000令吉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原因2，为了要保护自己，那你不报案的话呢，对方也有可能会到警局去报案的。如果他扭曲事实，这就会对你相当的不利哦。至于要去哪里报案呢？车主呢是可以到这个车祸现场附近的任何一间警局报案的。如果车祸发生在高速大道上面呢，则必须要到负责管辖的这个警局去报案。那如果呢真的是不清楚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询问这个拖车的司机，或者是打电话向附近的警局去查询。不是你轻轻踩踩走进任何一间 walk in 的警察局都可以的哦。那你可能就会问啊，那如果说对方不报案，我是不是就 claim 不到对方的保险了嘞？答案是 no。如果你能够提供对方的这个车牌号码，那么负责案件的警官呢就会请对方来问话调查。如果呢这个报告结果是对方需要对这一起车祸负责，你还是能够向对方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的。好，回到我们的 SOP 步骤6，拖车。如果呢汽车损坏没有办法开动，你是可以打电话给你的保险公司呢，要求拖吊服务的。当然呢，事先要先确认是不是免费的，或者是需要额外付费，并告知对方呢需要拖去哪一间警局。这个其实是在买保险的时候就一定要问清楚的哦。第7，调查。报案的时候啊，警方就会拍照啦，还有问话。那经过了一轮的调查之后呢，你会有一份调查报告。如果呢你要向保险去索赔的话呢，那么报案书也就是 police report 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一定要保管好。第8，修理。好，报警了之后嘛，这个保险公司的拖车司机呢，就会将你的车子呢拖到指定的这个修车厂。记得呢要事先向对方询问地址还有联络方式啊，要不然呢说，我的车呢就找不到了。第9，索赔哦，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啊。如果你选择向保险公司索赔的话呢，你是可以选择自行处理，或者是交给保险代理，或者是请律师帮忙的。保险公司呢会委派理赔师评估维修的费用，或者是否直接报销 total loss。保险公司批准之后呢，就会通知修车厂开始去修理车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插播一个专业的词汇，叫 NCD。那里给 NCD 全文是 No Claim Discount， 无索赔折扣。意思就是呢，在这个车辆保险当中啊，保险公司会依据保单有效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保险索赔而给予的折扣。有的人可能就会问啊，发生了车祸，如果我没有错，可是又被逼要 claim 自己的车险了，我是不是会亏掉了我的 NCD？ 答案是不一定，这是因为啊，市面上有很多全方面的保险呢是有提供无错自损索赔 （No Fault Own Damage Claim）。如果呢车主是没有过错的车主呢还是能够保留他的 NCD， 或者是如果车子的保单呢有自身保险索赔 Own Damage Not for Knock 的选项的话呢，那么车主呢的这个 NCD 呢也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车祸发生的时候呢，发现你的这个驾照过期了还可不可以向车险公司索赔的呢？你觉得呢？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关于理赔规范的说明啊，如果这个驾驶者呢没有因为任何法律而被取消或被禁止持有驾驶执照，哪怕是他的 license 还有 road tax 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过期，保险公司还是应该要承担索赔的责任的。不过前提是呢，这个车主只是单纯不小心忘记更新他的执照，而不是故意的。如果发现这个车主呢是刻意忽略，或者是长期恶意拖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赔偿的。那以上呢，详细的列出了9个步骤，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是 Q&A 的阶段了哈，还有一些疑难杂症，让我们一起来解开。我还想问，哎呀，你知道的啦，现在大家都喜欢把事情放到去吹水站啊，去公审的嘛。那如果对方拿我的手机来拍我视频或者是直播的话，我要怎么办呢？多年来呢，处理刑事、民事诉讼还有保险索赔事务的这个律师庄佩莹律师呢，他就建议当你看到对方拿出手机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声明不准拍摄。如果对方呢他不理会，他就是这样
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拿回手机这样回他，拍回他。那么呢，前往这一个警局报案的时候呢，就可以做2份投报。第一份呢就是关于刚刚的这个交通意外的报案，而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对方拍摄你的影片侵犯了你个人隐私权。那事后呢，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在网络上被抹黑啊，或者是被人肉搜索啊，你想要提告的话呢，你已经直接有了一份报案书可以做证据。哎呀，大哥来急了！如果我不小心遇到了这个撞后逃 hit and run 啊，我应该要怎么做哈？首先要看这个车祸的严重性哦。假如这个汽车的损毁程度非常的严重，那么第一时间呢就要马上报警，提供肇事者的这个车牌号码，那描述整起事件还有经过等等。那由于呢撞后逃呢是刑事罪来的，警方呢就会援引陆路交通法令来提控对方。如果对方呢酒醉驾驶撞到了路人的话呢，那么根据2020年修正的这个法律啊，可以被判强制坐牢最高10年，还有罚款最高5万令吉，驾照呢被吊销7年。如果是撞死人的话呢，则可被监禁15年，还有最高刑罚是10万令吉，驾照会被吊销10年。如果我遇到一个车主哦，他说他赶时间哦，他不想要报警哦，他只想要私下解决哦，可是我又不是很懂那个修理费要多少哦，我应该要接受他这个私下解决的这一个提议嘛？那我要怎样知道要给多少钱呢？由于呢是跟对方呢素不相识嘛，为了避免呢事后啊对方不认账啊，或者是完全失踪找不到人的话，你可以要求拍摄对方的驾照，或者是跟对方索取电话号码。你要记得现场 call 看能不能通啊，等下给你假的电话号码。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在之后呢将这个修车单据传给对方来索取这个修车费。如果对方提议到他熟悉的修车厂，你就要找朋友或者是懂修车的人啊，或者是修车厂员工呢跟你一起去查看损坏的状况和商讨合理的费用。假如呢对方答应你啊，我几天之后就会过账给你了啦，结果呢你却怎么也联络不到他，失踪了哦，那么车主呢就只能够到警局去备案，留下记录。有长辈们说哦，如果发生车祸的话，千万不要先承认自己的错哦，不然呢以后会很麻烦哦。真的是这样的吗？那如果呢很明显是你的错的话嘞，那么承认错误和索赔了事不就是很简单吗？确实是可以省掉很多后续很繁琐的事情的。但是如果发生严重的车祸，其实最恰当的方法就是交由警方呢去权益判断，你不要贸然的去认错，或者是拼命的提高声量去指责对方，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小小的提醒啊，在这个轻微犯罪法令的第14条文之下，任何人言语行为刊登或展示含有不礼貌、威胁、侵犯或羞辱的成分，且妨害治安，将面对不超过100令吉的罚款。所以呢，如果发生了这个意外事故的话呢，都避免下车去跟对方呢起冲突、辱骂对方，或者是使用呢就是不雅的国际手势。你知道哪个咯？不是这个哦，你可以比这个。做咩啊你？點揸車㗎你？那至于私下和解之后，还需不需要通知你的这个保险代理人呢？当然，如果呢就是很轻微的擦伤的话，就不需要通报了。但是呢，要是撞坏你的汽车的这个防护栏啊，你的车身有明显的这个凹陷啊，或者是你的车灯有损坏等等的话呢，你就必须要通知你的保险代理啊，并且询问他到底会不会影响你的汽车的保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万一再次因为车祸而面临严重的这个损毁，保险公司一旦查出你之前有发生过车祸而没有通报，他们就会根据呢这个车险来做评估，非常有可能会出现不赔全额或者是完全不赔的情况，所以这部分的话呢要非常的注意哦。马路如虎口是我们从小呢就听到大的这个安全标语啊，理应呢也应该是我们全民的共识了。但是呢，讲真啊，我们自己再怎么不小心也控制不了别人的不小心啦。所以呢，最后呢就要提醒大家：第一，请先了解你车子的保单还有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第二，请安装行车记录器。谁有？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安装。大马公共卫生局呢，曾经就在他们的 Facebook 呢 po 文就鼓励民众呢，一辆车至少要装1个行车记录器，satu kereta satu camera。行车记录器呢，不单只能够搜集呢交通事故的各种证据，也能够解决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争议，甚至呢，包括各种执法单位有没有违纪的行为，都会无所遁形。懂啦？所以呢，还没装的话呢，就去安装一下下吧。可能我们荧光笔可以开一个团购，反正我也要装。好了，这就是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整理的这一个民生
特别有用的这个资讯，一定要把它 save 起来，还有 share 出去给更多人知道，不要让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才来 clam 干不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那当然呢，我们荧光笔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载影片，都是跟马来西亚的这个生活啊、社会啊、历史啊、有的没的啊有关的。如果说你对于马来西亚觉得你还想要认识更多，你不知道还有很多东西你不是很懂的话呢，那么记得要 follow 我们 ，subscribe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可以加入会员啊，因为1个月只需要不到1杯奶茶的钱，这样少罢了，你就可以支持我们走更远，做更多的影片。你说好不好仔？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有没有用嘞？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车祸发生的时候遇到很棘水的事情，或者是哇很糟糕的经验呢？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哦。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我是莹莹，拜拜。哦，对，follow我们。